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言。在前几天的直播呢，我有帮大佬开了300个军器宝箱。经过了几天的时间，我把数据全部整理出来了。可是你们也看到列表了，金币采集速度提升是真的非常多，所以我只能记录到200个箱子里面开出来的东西而已。我再继续写下去的话，就根本不够位给我写了。这一列表里面我打黄色标记的是属于那个东西最高的数值。平均呢，看其他的争议呢都是2点多、2.5左右。像所有伤害提升是最少的，我看到最多只有 1.4 而已。然而升到最夸张的就是金币采集速度提升 6%， 接下来就是野蛮人减免还有造成野蛮人的伤害各加 5%。官方就是故意安排这2个穿插进去，让我们获得其他东西的几率变低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几率吧。那你拿到几率最高的就不用说了，最多就是采集金币的速度，总共来到了 9.3%。 接下来几率比较高的就是部队负债对野蛮人造成的伤害，各占了 7.56%。 再往下是野蛮人伤害减免 5.81%， 轮到工程车的防御跟生命，最后才来到正常的步兵防御力。现在你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你们大部分拿到的都是采集啊，不然就是打野蛮人了。他们的百分比是占据最多的。假设说你跟我一样是玩单一兵种玩骑兵的话，骑兵你只是要拿攻击、防御、生命，这里加起来呢才10多%而已。就算我加上一个所有伤害啦，这里加起来呢也不到20%。所以你是玩单一兵种的玩家呢，是确实很可怜啊。要刷到好的军器真的很难。不过这个列表呢只是计算到实时的，金色的我是全部都记录了。金色的箱子更过分，你们拿到的属性最高加成呢就是 7.5%， 金币采集速度提升。再来增加 7% 呢就是部队负债还有对野蛮人造成的伤害，增加 6.8% 野蛮人伤害减免。加成最低的依然还是所有伤害，而且所有伤害你要拿到的是真的很难。至于其他的争议呢，大概都在3点多或者是2点多左右。至于概率方面呢，更加夸张，野蛮人伤害减免来到了 11.04%， 比原本紫色的采集速度提升呢还要更夸张。不过这里的金币采集速度也是很夸张一下， 9.82%。 部队负债也是一样。再来是对野蛮人造成的伤害 7.36%。不过这次我的骑兵攻击力拿到还蛮多， 8.59%。 不过你们看其他的概率呢，我觉得如果不是我运气好的话，应该它的概率跟其他差不多，也是3点多、4点多、5点多。这里开箱呢，总共拿到比较多的就是徽章，接着旗帜、古卷，最后才是号角，也就是说号角是拿到最少的。记录计算下来，每开10个箱子拿到铭文的几率呢是 1.61%， 金色的军器是 1.75%。这几率是真的非常非常低，军器是真的非常坑人。当然它的属性呢，官方好像是没有做概率的。不过你们从我这里的列表看到呢，不管是史诗还是传说等级的军器，比较大概率呢还是拿到一些不重要的东西，像采集啊或者是野蛮人。那借我账号开的大佬呢，他总共下来呢只有10多个军器是可以用的300多个箱子只有10多个是可以用的。金色跟紫色的数量一般般吧，5个金色可以用，剩下的全部都是紫色。剩下的军器全部拿去回收，用处并不大。它这里300个箱子换算下来应该买了18天左右，大概消耗了 629.46 美金。然而只有10多个军器是可以用的，不过比起装备呢，确实是比较便宜一点点啦。可是开军器真的是太赌运气了。那我今天列表呢也只能给大家作为参考而已，详细的内容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的直播。今天的影片平时有买3卷礼包的玩家呢可以作为参考啦，希望你们做好心理准备，开出来的东西呢有很大可能都是垃圾啦。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